上回说到，莫利亚召集手下的3大干部，准备举行第900号号称世界最强僵尸的复活仪式，而僵尸的肉体和配给僵尸的影子结合起来，才能决定僵尸的最终实力。为此，莫利亚特意设下重重圈套，将悬赏金3亿的草帽路飞抓住，一剪刀剪掉了路飞的影子。3亿的战斗力到手了，世界上最强的特别僵尸就要完成了。这一切都被躲在玩具库马西后面的乌索普3人组看得清清楚楚，3人都要吓哭了。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恐怖的能力。布鲁克之前也提到过，有一个人夺走了他的影子，看来也是这个大块头莫利亚搞的事情。霍古巴克10年前开始与莫利亚联手，为了制造出世界最强僵尸，他耗尽心血制造了僵尸第900号。只要把路飞这个影子放进900号身体里，世界之大尽在手中。莫利亚做着成为海贼王的美梦，只要有了900号这等强大的僵尸，就连新世界的凯多也不在话下。远在新世界的四皇凯多鼻子一痒，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莫利亚立即安排手下去打开特别冷藏室的大门，释放第900号僵尸。阿萨姆招来蜘蛛老鼠，命令他们将路飞的身体抬回到船上，解开身上的绳子，特别交代不要让这个家伙死掉。另一只蜘蛛老鼠跑过来，神色慌张地说道：“他们的老大蜘蛛猴子被干掉了。”阿萨姆眉毛一扬，被干掉了，反正影子也没有脱离。蜘蛛老鼠尖叫着喊道：“影子不见了！”有人正在到处释放影子，岛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牺牲者。此言一出，阿萨姆和库巴克同时慌了。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人，只有5年前让整个恐怖三鬼帆船陷入危机的骷髅头，人称比格剑侠。如果不赶快想办法及时止损，岛上又要重现5年前的噩梦了。阿萨姆将此事报给了莫利亚，莫利亚根本没有心情去管这些事情，他现在脑子里的事情只有一个：复活900号。冷藏室的大门打开，莫利亚提着路飞的影子，奸笑着走了进去。蜘蛛老鼠抬起路飞，快速离开现场。那边本能的想要喊住路飞，却被乌索普拽进玩具熊的身体里。路飞只是被夺去了影子而已，又不会死。你看，布鲁克没了影子，活得照样很开心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看看他们到底想拿路飞的影子干什么。弗兰奇这边，布鲁克及时救场，化解了弗兰奇和罗宾的危机。他用一种神秘的物质将蜘蛛猴子身上的影子强行剥离出来，让蜘蛛猴子彻底击击淘汰出局。布鲁克严肃地交代弗兰奇和罗宾，此时他们2个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回到船上，不要再做多余的事情。弗兰奇眉头一皱，回到船上，那伙伴怎么办？布鲁克耐心地和2人解释前因后果。神秘消失的路飞以及索隆他们，毫无疑问，此时已经落到了莫利亚的手中。那么他们会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夺走影子。不过就算影子被夺走了，他们也不会死，就像布鲁克这样，除了无法生活在阳光下面，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影响，所以暂时不用担忧路飞等人的性命问题。当人被剥夺影子以后，会暂时昏迷，失去知觉，2天之内都不会醒来。这段时间，强者就会被扔回船上，赶出恐怖三鬼帆船。原因就是防止这些强者跑回来抢回影子。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杀掉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本体和影子就算分开了，也算是一体同心。如果本体死了，影子也会跟着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注入这个影子的僵尸也会跟着丧命。所以莫利亚一定要让本体活着。路飞等人被夺走了影子，他们也一定会活着被送回船上。弗兰奇和罗宾只要回到船上，耐心等待，就可以等到他们。如果弗兰奇和罗宾也被抓住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全团的人都被夺得了影子，那么所有人就只能一辈子漂泊在没有阳光的魔鬼三角洲，没有机会再出去。现在趁着还有机会帮助同伴召回影子，赢得谨慎行事，稳操局面。布鲁克掏出2袋东西交给弗兰奇和罗宾，这个就是干掉僵尸的秘密武器盐，被称为可以净化邪灵、消除诅咒的东西。这些僵尸本来就是依靠恶魔果实的能力才能够行动，接触到盐，就如同能力者掉进海里失去能力一样。拥有大海力量的盐能让僵尸的肉体无法与伪造的灵魂结合，想要打败僵尸，就要将盐撒进僵尸的嘴里，这是关键。罗宾向布鲁克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会对这座岛和这些僵尸这么了解？”布鲁克拄着手杖，神色哀伤，缓缓说道：“那是5年前我被夺走影子时的事情，当时我也被扔回了船上，不过很幸运，还没走多远我就醒了过来。然后我就回到了岛上，和他们继续战斗，和寄宿着我影子的僵尸战斗。结果我遭到惨败，为了活命只能逃了出去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想死。我是船上的唯一幸存者，我一定要逃离这片魔海，去实现和伙伴们的约定。因此我逃走了。但是我很快发现，光活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布鲁克抬起头，用空洞的眼睛看着塔楼方向。这一次我不会再逃了，直到打败那个人，夺回影子为止。布鲁克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告别2人，抬腿离开。弗兰奇叫住布鲁克，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。布鲁克回答之后，潇洒走开。弗兰奇则哭哭啼啼的和罗宾向桑尼号赶去。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听到了什么，感动成这个样子。可恶，我太喜欢那个骷髅头了，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家伙了。布鲁克只身一人去寻找自己的影子的宿主，和之国的传说级剑士龙马。经过一条挂满壁画的长廊时，僵尸们发动进攻，嚎叫着扑向布鲁克。
布鲁克稳如老狗，细剑出手，势如破竹，如同闪电一般长驱直入，剑法快的根本看不见。壁花僵尸们被砍翻在地，因为被加了盐，体内的影子被剥夺出来，飞出去寻找自己的主人了。布鲁克帅气的收回细剑，酷酷的站立几秒钟，叹了一声，接着慌不择路的跑出长廊。太可怕了，吓死本骷髅头了！果然，僵尸比骷髅可怕。这个地方布鲁克都已经来过无数次了，龙马就藏在楼梯的上面。布鲁克几次挑战龙马都以失败告终，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莫利亚带着自己的3位干部走进长长的特别冷藏室，迎接最强僵尸王的到来。此尸体是霍古巴克在冰之国发现的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真的吓一跳。这个家伙比巨人族还恐怖。据传闻，他曾将带来的国家连同整个岛一起带回自己的领地，建立了一个恶棍之国，留下了震惊世界的盗墓传说。这一刻，这个传说就要苏醒了。乌索普3人躲在库马西的身体里，被冻得浑身发抖。等到莫利亚小队停下脚步了，3人好奇地探出头一探究竟。这一看，惊得他们瞠目结舌。眼前这个比冰封起来的怪物拥有比巨人族还要大几十倍的身体，这就是被人称为魔人的狂战士奥兹。莫利亚捏着路飞不断挣扎的影子，攀上粗糙铁链，走进奥兹。接着，他将路飞的影子举起来，拿到面前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我就是你的新主人，现在我就给予你作为僵尸生存的声音和肉体。你要忘却过去的一切人际关系，成为服从于我的战士。”路飞的影子不再挣扎，点了点头，顺从下来。莫利亚大喊一声：“契约达成！”接着，将路飞的影子按到奥兹的坚硬的皮肤上，路飞的影子一点点沉入奥兹的身体里。短暂的沉寂之后，整个冷室发生巨大的震动，如同战鼓一般的心跳声清晰可见。奥兹身上的冰块一点点脱落下来，岛上的乌鸦和蝙蝠闻声成群结队的飞走逃命。乌索普3人吓得哆哆嗦嗦，乔巴眼看就要被吓哭了。3人紧张地盯着奥兹的眼睛，黑洞洞的眼眶里突然出现了眼人。乌索普3人吓得尖叫一声，从库马西的身体里跌落出来。奥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身上粗壮的铁链顷刻崩碎，巨大的身躯比泰山还要有压迫感。意识完全清醒之后，奥兹深吸一口气，用足以撼动整个小岛的声音大吼一声：“饿呀！山治吃饭了！”山治是谁？紧紧吼了一声，产生的风压就将乌索普3人直接卷了出去。3人跌跌撞撞的摔倒在长廊外面，跳起来没有犹豫，拔腿开溜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震惊整个医学界、让人起死回生的秘密。霍古巴克消失多年，原来一直在搞这种活计。乔巴心里的爱豆形象瞬间崩塌。路飞的影子被放进那个巨型怪物的身体里，那个怪物明显拥有了路飞的人格。由此可以推测，他们之前遇到的那个竭力保护女性的企鹅，说话举止和山治一模一样，看来就是山治本质了。那么袭击他们的那个和人国武士龙马，那猥琐的笑声毫无疑问就是布鲁克的影子。乔巴沉着脸，想起之前对霍古巴克的赞美，心中就是一阵恶心。多么可怕又恶心的僵尸游戏！什么梦想，什么起死回生，那个肥得流油的家伙根本不是想拯救人的生命，只不过是个玩弄生命的恶棍。3人商量着先回到桑尼号，从刚刚偷听的内容来分析，那些家伙说要将路飞的身体扔回船上，应该是指桑尼号。索隆和山治大概已经被运回去了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回到桑尼号上，就可以和他们碰头。突然，3人的背后燃起火焰，乌索普和乔巴中招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隐身阿萨姆追了上来，打倒了乌索普和乔巴，将娜美再次绑架。娜美大声呼救，乌索普男人了一把，站起身后将2节弹弓组装成一个巨型大弹弓。乔巴看愣了，这不是狙击之王的武器吗？为什么乌索普会有？如果保护不了女人，那么男子汉乌索普就没有活着的价值了。乌索普瞄准阿萨姆，连射6发子弹。阿萨姆带着娜美遁入隐形之中，不仅身体消失在了空气里，连身上的气味也用其他的刺鼻味道给掩盖了。乔巴无法追踪到他的踪迹，娜美的呼喊声在空气之中回荡，接着便消失不见。混沌的城堡中传出阿萨姆无耻的声音：“僵尸军团，抓住他们，送给莫利亚大人！”城堡内眨眼间涌出来铺天盖地的僵尸，也不知道之前他们都藏在什么地方。乌索普和乔巴被僵尸群团团围住，就像是大爷大妈到超市里面争抢打着商品一样，撕扯着乌索普和乔巴。2人惨叫不断，以乔巴的实力对付他们绰绰有余。但是这波僵尸打又打不死，白白浪费时间。乌索普和乔巴只能拼尽全力从僵尸堆里爬出去，四处乱跑。但是不论跑到哪里都是僵尸。很快，2人再次被僵尸围住，被僵尸群像叠罗汉一样重重压死在下面，动也动不得。乔巴的脸都快被僵尸扯烂了。就在此时，罗宾和弗兰奇及时赶到，将布鲁克送给他们的盐塞进僵尸的嘴里，剥离了僵尸体内的影子。其他的僵尸看呆了。弗兰奇拎着盐袋，非常霸气地说道：“把手从我的小弟们身上拿开，你们这帮混蛋！”罗宾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就问你们感动不感动？僵尸群再也不敢动。乌索普和乔巴翻过层层的僵尸海洋，或者向罗宾和弗兰奇爬过来。这一刻看到伙伴，何止是雪中送炭这么简单，简直就是生命弥留之际的重生之光。弗兰奇看着标里的乔巴和乌索普，一脸不爽，看来是来晚了，少了一个人。
罗宾露出慈母般的微笑：“无所不乔吧？你们没有受伤吧？”